今天这家店真的太残忍了，掐指一算，我们是不是又有1年没去泡温泉了？非常纳闷哦。今天我们去的这家店又是一个藏在深山里面的温泉馆，它其实非常高级，但这个地方叫土肥，我还是有感觉被冒犯到哎。据说是因为这个地方的温泉很肥。饭店入住之后，本来想给你们拍一下我的房间有多大，但它实在是太大了，我们还是换了衣服直接去泡温泉吧。这个地方总共6个池子，3个盐泉，3个碳酸泉。很过分的是，它还有一个情侣的私汤这我跟汤老师2个看起来像情侣吗？气死我了！吃饭的包厢在一个很隐蔽的地方，只有服务员上菜的时候才会把包厢的帘子打开，所以你大可不必担心。你是跟谁来的？这桌菜就是我们泡完温泉的奖励。其实，在你泡完温泉之后，看到有人给你准备了一大桌的菜，你会有一种幸福的错觉。那不废话，我花了钱的。第一个是温泉豆腐，应该用的不是我刚才才泡过的那个温泉吧？应该吧？这个是银鱼的鱼冻 ，QQ 弹弹，非常开胃。这个就比较恶心了，酱油腌的章鱼刺身，这个很好吃。芝士烤甜虾，这种菜就是不管好吃难吃都只有一小口。比方说看这个，一小口烧鲷鱼，我觉得鲷鱼都还没反应过来，它就已经在你胃里了。这是一只刚才还活着的白虾，直接把别人的背掀开了。哇！话说它的壳还是透明的，有够残忍的。然后更残忍的是，他会给你端上一锅生烤鲍鱼，看着这个鲍鱼扭的那个样子，我都觉得痛。但这个应该很好吃吧？这个鲍鱼它下面还带着肝。你们知道带着内脏的鲍鱼是什么味道吗？就像五花肉夹着大肠吃，非常爽。微苦。但这家店最奇怪的是，他们家没有水果。吃菜，下一个菜是一个非常凶狠的大叔送了我们一条金木雕，总感觉大叔在这工作之前应该是做什么比较厉害的工作的。这个是用甜酱煮出来的金木雕，香甜的酱汁是彻底煮进去了，本来没什么味道的金木雕，肉里面都泛着香甜，而且这个特别适合就着白米饭吃，而它的皮是甜的。最后我们就要来啃螃蟹了，蟹腿基本上已经帮你做了一些处理，吃起来会很方便，用手都可以直接扯出来，基本上就是用白水煮的螃蟹，千叶蟹腿肉的味道还是很浓的，旁边还放了一碗剥好的蟹肉。最后我们还有一份寿喜烧，你们发现没有？温泉酒店里面菜的量是真多呀。其实这家店真的还有很多菜，但我真的讲不完了。阿基推荐指数8.5分，好玩，适合情侣来。我管那么多干嘛？去，好玩意儿。怎么是这个颜色啊？玩归玩，闹归闹，你看吃饭从来不迟到。今天我们终于要挑战一些好玩的餐厅了。这家店叫仙人小屋，它是一家专门吃鹿肉、熊肉的地方，但是他们家所有的肉都是在日本合法养殖的，所以不会对大自然造成任何的破坏。不要问我为什么这家店又在深山里面，因为他家的养殖场就在深山里面啊，而且他家还罕见的不能预定，又因为熊肉每天是限量供应，所以我们只能早上7点钟就过去排号。幸运的是排到了第一个，我现在就等他叫我的名字。嘿，我们来的时候正好在下雨，所以今天只能参观猪圈。那个阿朱到底做错了什么？店里的入口就会给你来一下，不知道是雕像还是标本，反正挺瘆人。菜呢就是放在门口的一个板子，还有咖喱，熊肉咖喱。我们就点的是雄鹿的烤肉套餐，它这个颜色长得真的很奇怪。我们先来烤一片鹿肉吧。鹿肉在我们之前的视频里面其实已经吃过很多次了，这次我们还特意挑的是脂肪比较多的那种，就烤出来的味道会比普通的鹿肉更香。枸杞乌骨鸡汤，你们知道那个味道吧？鹿肉本身就很接近那个味道，而且烤出来也不会觉得很柴，反而脂肪的那个地方特别的下饭，可以在快要烤好的时候撒一点椒盐，虽然味道也很好，但这样就吃不出来鹿肉本身的鲜味了。这是一坨特别肥的鹿肉，我肯定吃起来超香。再来看一看我们的熊肉，看上去就觉得很一般，你用筷子把它夹起来你就知道这个肉肯定很柴。我不确定是那个汤汁的味道还是熊肉本身的味道。我来试着客观的描述一下那个味道哈，就是特别的难吃，像过了一遍水的该牛肉。我们再试一下直接烤的，这几片肉就是没经过任何的调味，烤熟之后就是这个样子，是不是觉得看起来很像牛肉？但它比牛肉难吃多了，它像是把阿司匹林磨碎了之后涂抹在了肉上面。这次我们是按照老板娘推荐的方法来吃了。肉非常的坚实，而且越嚼越苦。这0.5倍速吗？就算你撒了椒盐，也盖不住那个苦味，感觉嚼完一片之后，我连咬肌都练出来了。不好意思打断一下，拍个封面。所以总结一下，就是鹿肉真的很好吃，熊肉我个人是不推荐了。我感觉我现在嘴巴里都留着那个鹿油的香味。阿基推荐指数：鹿肉9分，熊肉5分。就这样吧，卡玩意儿。今天这顿寿喜烧真的是吃出了疑惑 ，respect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基。上一次我们不是去了一家1886年开业的寿喜烧店吗？那非常的好吃，所以我又去搜了一家。今天这家店更夸张，1872年开的业，我那个时候好像才刚上初中。话说1872年到现在已经有149年了，还差1年就可以到那个了。我们预定的是他店里面最大的那个包间，一走进来就能感觉到那个年代的味儿，不是指嗅觉哈。这位就是今天帮我们烤肉的阿姨，长得有点像我以前的班主任，非常害怕。他家也是不能点菜的那种餐厅，只有一个贵的套餐跟一个便宜的套餐。那我们2个都点吧。接着热油热锅的时候会给你上一点小菜，先上的是煎鱼刺身。为什么来吃寿喜烧我也要吃生的？然后这个比较好吃，是一碗荞麦米饭，里面还有一坨烤的鳕鱼，就着荞麦米一块吃，感觉自己可以活到199。
萝卜。它热好锅之后，先会在那个锅里面倒那个寿喜烧的汁，然后就是放牛肉了，接着是开始搅生鸡蛋。反正我们吃这一顿总共要吃8个鸡蛋，那坨牛肉也会一直放在锅里煎，滋啦滋啦的，闻起来味道特别香。煎好之后就会直接泡到蛋液里面，一会儿那个蛋液就会进到肉里面去。第一片是贵的那个肉会切得很厚，所以你要把它往下按一下，要让它身上带满蛋液，于是你就能感受到2种不同的甜味。第一碗其实它只是纯肉，让你先过一下肉瘾。从第2盘开始就会在里面加一些菜，洋葱、金针菇这些。对了，归正题，第2盘因为加了洋葱、金针菇和豆腐，所以汤汁会变得没有那么油腻。其实你甚至还可以用肉包着豆腐吃。然而我觉得这碗里面魔芋丝才是那个精华，因为它的粘上非常多的蛋液。这个葱好好吃。下一碗是金针菇跟茼蒿，茼蒿真的是神呐！它和很鲜的汤搭配在一块儿的时候，就会显得它叶子的味道格外的清香，这个味道真的好上头。再来一口金针菇就着肥肉一块儿吃，冲破香甜的牛油之后，就是金针菇的软脆。吃完这盘，对和牛的欲望也差不多满足了。班主任又打起了蛋来，他会就着刚才寿喜锅的汤汁，直接把米饭倒进去煎，然后再把刚才打好的鸡蛋液淋在上面，这什么神仙做法？看着我就饿了。然后3、2、1，开盖。有没有那种像蒸蛋糕一样的感觉？切起来更像蛋糕，米饭跟鸡蛋基本上融在了一块儿，但因为鸡蛋跟那个汁水都是甜的，所以真的还有点腻人。然后就是吃完之后在下楼的时候，老板会把你叫住。我去查了一下这个动作是什么意思，其实大概就是出门保平安的意思，只有在那种很老的店才会有这种动作。长见识了，阿基推荐指数8.5分，卡完。哼，我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奢侈的烧鸟。今天我们挑的这家店叫犀鸟，就是一家专门吃鸟身上稀有部位的店，所以不要问我今天的串叫什么名字，我肯定也不知道。哈喽，大家好，我是阿基。今天我们到了东京都内一个很偏门的地方，惠比寿，又到吃烧鸟的日子。这个地方我来日本2年了都没来过这儿，那好像也没什么特别的。不瞒你们说，我现在只想找一家服务员长得好看的店，味道也没有那么重要。这种店又是那种地下居酒屋，每次下楼都感觉自己会摔死。跟自己合个影。予約したのリュウ。リュウ様。はい。リュウです。こちらメイドです。进门还要让我们登记，是怕我们把餐具顺走吗？它的座位都是围成一个圈做的，大酱就1个人在中间慢慢烤。我们点的是这家店最贵的套餐，但就算是这样，第一个小菜也要给你上一点生肉。第一小盘是2坨鸡肾，小时候我爸让我吃了很多的鸡肾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这个小碗是芝士花生饼，然后就是这一坨极品鸡胸肉，生的。我不想吃生的。他们都说日本博主吃生的有流量，今天我就看一下有没有哈。算了，我不要流量了，赶紧喝杯鸡汤压压惊。还好第一个串就上得很快，烤的小番茄，大酱会刚好烤到皮破开，就在上面撒一点玫瑰盐，番茄就应该烤着吃。然后第2盘就是他们家的拿手好菜，菜名特别搞笑，奢侈带派黑松露蘸鸡肉丸子。先得用工具把蛋黄戳破，然后你拿着鸡毛掸子进去蘸就可以了，记得裹满是最好吃的。这个串里面还有一点小心机，里面加了藕粒跟紫苏叶，裹上蛋黄之后就是又甜又鲜的味道。然后是单独的一盘藕粒，藕心沥血，非常普通。然后是鸡肝，外面破皮，里边带血，喜欢吃内脏的人就懂什么意思。我是真的爱胆固醇。这个串好像是鸡的肩下肉，我也不知道是哪个部位，大概就是这个部位的肉吧，但是吃起来特别的嫩滑，甚至有点像虾滑那个口感。下个出来是鸡屁鸡皮，哇，这个看样子就非常的撩，这个皮巨肥，跟我一样肥，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？能够清楚的感受到鸡皮的脂肪在你的嘴巴里爆开。然后是心脏跟鸡屁股的尖端，为什么这2个要一起上？鸡心一直是我的最爱，因为它的内部会自然的生产出汤汁，这真的是无敌的美妙。我觉得世界上最好喝的鸡汤就是鸡心里面的鸡汤，你们看里面的油水已经要溢出来了。鸡屁股嘛，就是纯油，那个脂肪量实在是太多了，吃第一串特别香，后面就根本不行。最后一串是这个陨石鸡胗，它这个块头真的太大了，皮已经烤得焦脆，还好里面是有汁水的。最后我们还有一碗松露蛋黄拌饭，撒上酱油之后就可以把蛋戳破，然后拌匀就可以吃了。这个东西闻起来就像是汽油拌饭，吃起来像坚果一样的味道，反正是比亲子冬要好吃一些。好了，阿基推荐指数8.5分，卡玩意儿。